今天贵族哥将正式打造地基，为搭建豪华别野做准备。新的一天又是元气满满，忙碌的身影先是用霹雳镐清理了杂草，远远的看去，贵族哥仿佛被牛魔王附体，浑身上下充满了能量，就连几百斤的大石头都被他轻轻松松的撬起，酷呲酷呲的声音贯穿着山谷，每一铲的动作都散发着王霸之气，被铲出的土就用簸箕运出，没一会的功夫就清理了一大片。看着这么大个面积，难道他要盖小洋楼吗？被扔出的石头瞬间滚落悬崖，细心的他立马意识到不对劲，这要是下场大雨那就白忙活了。于是他跌的来到石头市场，只见一块块石头被他运回基地。为了新生活再苦再累又何妨？娇小的身躯仿佛拥有无穷的力量，不知疲倦的一直搬一直运。咱也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，直到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堵几十米的基地围墙，每一块石头少说都有几百斤。看到这里，你们就说牛皮不牛皮吧？忙碌了一天，贵族哥急需补充卡路里，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一块黑不溜秋的东西，好奇心的贵族哥当地就是一棍，原来是一个超级大宝贝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一时间真想不出来了，有知道的小伙伴说一下啊。接着贵族哥3下5除2就劈好了柴，再将大宝贝放入炭火烤熟即可。吃井不忘挖井人是野生贵族的基本素养，他跌的在后山挖了几个坑，将几颗大宝贝埋入土里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贵族哥又能享用他的子子孙孙了。回到住处，撬开炭火中的大宝贝，迫不及待的贵族哥将它掰成2半，还特意在镜头面前显摆了一下。该说不说，真的很香的样子，馋得隔壁的小伙伴直流口水啊！他今天就要打造一个精致的木刨，有了木刨就可以将木胸打磨得光滑溜圆。只见他拿出熔炼的铁块，用昊天锤进行猛烈锤击。自从有了昊天锤的加持，铁块瞬间被锤成了铁片，接着再用麒麟臂来扇风加炭，刚黑下来的铁片又再次变得红嫩起来。贵族哥不知疲倦的熔炼锤打，就在小伙伴眨眼的空隙，他偷偷使用了乱劈风锤法，噼里啪啦的声音足以证明他的内力有多么深厚。原本粗短的铁块瞬间被锤成了细长，贵族哥也趁热打铁，立即将铁片凿成了2半。镜头一个闪现，贵族哥就打造出了各种工具，有木刨的刀片和锋利的凿子，还有一些大铁钉以及万能的藤绳。升级后的开山斧攻击力明显提高了档次，将砍下的木头分成小块，用霹雳刀修成长方形，再用刀片来回测量，完事之后就用凿子进行猛烈攻击。就连他那48码的小脚也情不自禁要出一份力。贵族哥一边凿洞一边比划着位置，这样下来误差就不会超过0.1毫米。作为野生木匠，并非浪得虚名。随后又凿开了2个精致的小孔，在里面塞入铁棒，这就是固定刀片的位置。接着又在上面挖了个凹槽，这里是把手的地方，再将做好的零件组装即可。就这样一个完美的木刨打造成功，瞧瞧这做工这颜值，怎么得卖个250块吧。今天他要制作一个野生的墨斗，以更精准的搭建别野。只见贵族哥狗狗碎碎在寻找着什么，当当当的声音响彻山谷。正以为他要对竹兄制裁的时候，一棵修长的大树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史上最忠心的男人，终究逃不开命运的安排。果然是个花心的大萝卜，他二话不说就是棒棒两斧。有了麒麟臂的加成，树妹瞬间应声倒地，接着又用霹雳刀一顿修砍，原本粗糙的外表也露出了粉嫩的肌肤。随后贵族哥又化身为老黄牛，扛起几百斤木头就跌的往回走，就这样不知疲倦的一直砍一直搬。咱也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。古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，今有贵族哥细肩扛木头，该说不说，他是真的牛批啊。画面一个闪现，贵族哥已把亚麻丝被搓成了亚麻绳，其中还夹杂了腿毛，再把木炭锤成粉末，加水之后，一个精美的墨斗制作完成。先用墨线测出中心点，再把钉子镶嵌在中间，固定好的墨线再拉到对面。只听见啪的一下，木兄的身体就被留下了笔直的黑线，再沿着黑线用木炭做标记，又用霹雳凿掏空木兄的2边，接着又在一根木块身体留下了黑线，再把线的边缘挖了个凹槽，然后将其插入。这就是有名的燕尾笋结构，不愧为野生的木匠。此时的我只想说一句666啊！一切准备就绪。
首先出场的是霹雳狗，二话不说就是酷刺一棍，将竹兄插入3米的深洞，再用藤绳一一将其捆绑。就这样结实的脚手架，对贵族哥来讲简直是小菜一碟。接着他又用昊天锤猛烈锤击，将房屋底下进行组装，再用竹青给木头一通五花大绑。有了2根竹兄的加持，即便重达几百斤的木头也轻轻松松被贵族哥竖起。不得不说，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。木头被牢牢固定之后，贵族哥又把地下的榫卯结构进行组装，他们就像吃了德芙一样丝滑，只听见啪的一声就滑了进去，然后又到房顶进行猛烈锤击加固，就这样敲敲装装，来回几百个闪现，几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贵族哥凭借一己之力，徒手成功搭建豪华别野的框架，真是麻雀叮了牛屁股，确实牛批呀！他首先用霹雳狗画了一道笔直的线，沿着线内进行刨坑，用簸箕运出多余的土。没一会功夫，一块平整的土地出现深深的沟壑。接着，贵族哥又运来几百吨石头，将一块块巨石填入加固地基。由于还没有发展到水泥阶段，他目前只能用土来堆砌，所以还要造一个筑墙的模具，用墨线画出需要的厚度，再用霹雳斧砍掉多余的木块。只见麒麟臂疯狂挥舞着，梆梆声响彻山谷。随后用木刨进行打磨光滑，再用霹雳凿挖出可固定的端口。没一会的功夫，3块精致的木板成功喜结连理，将模具放在地基之上，再用木棍牢牢固定。镜头一个闪现，贵族哥已在山坡上发起了攻击，酷呲的将泥土铲入簸箕，运来的泥土再倒入模具，慢慢填满了他空虚的内心。粗壮的木棍在里面来回捣动，不放心的贵族哥又到模具里面做起了 SPA。有了双层攻击的加持，泥土和模具的关系更加亲密，围墙越来越长，山坡也越挖越空，精美的窗户也早已备好。不知疲倦的贵族哥就这样来来回回一直运土、填土，再把土倒实，咱也不知道他倒了多少个日夜。直到镜头的拉远，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围墙搭建完成，接着又拖来了一堆棕榈叶，劈好的竹片被整齐排列，靠着土墙一一被贵族哥拿起搭建，娇嫩的小手在屋顶来回绑定。毒辣的太阳让原本精致的肚脐眼更加耀眼夺目。细心的小伙伴可能注意到了，贵族哥的袈裟缺口似乎比上次更宽了，希望他再坚持几集。很快贵族哥就要种植棉花了，炎热的天气逼出了贵族哥几个闪现，即便拥有王八护体，他也被热得汗流浃背。目测温度起码有66度，近的看去，贵族哥是真的帅啊！唏嘘的发际线是贵族的基本体现。忙碌的身影又去把棕榈叶掰成了2半，完事之后再拖到屋顶，最后把一片片的棕榈叶有序搭建。就这坚固程度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它会是成为第8大奇迹。伴随着棕榈叶不断输出，整个屋顶框架彻底消失在视野。镜头一转，贵族哥又化身为托尼老师，给别野剪了个帅气的发型。最后打扫了一遍新闺房。到此我们停止一下解说，来欣赏一下贵族哥的旷世神作吧。荒野中有如此豪华的别野，这样的人间仙境也曾经在梦里出现过。日子虽苦，但生活总是要继续。现在房子有了，唯独缺几件像样的家具，不然不符合野生贵族气质。接下来，贵族哥将利用泥巴打造什么样的家具呢？咱们一起期待吧。